讲到这，我们顺便预告一下，之后微整形的部分，我会一个一个部位来跟大家慢慢谈。比如说额头用什么材质最好，怎么样打最自然、最漂亮，比例要怎么选择啊？到时候会跟大家讲。好，预告一下，我挖了好多坑了，怎么办？好，强制产品对位，剂量精准触眉，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双选其实大家都误会一件事啊，事实上。之前也是有一些诊所拿这种错误的讯息来糊弄人。你对双旋的感觉是什么？左旋加右旋大于左旋，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啊。假设左旋是美国，哦，右旋是俄罗斯，那双旋是美国加俄罗斯吗？不是，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要讲的意思是，双旋绝对不是左旋加右旋，它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跟双旋跟右旋的特质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双旋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它一定就比左旋强，其实不是的。Nice。但双旋有一个特质，双旋的这个材质呢，它就可以做成大分子的跟小分子的。你有听过左旋有大分子、小分子吗？同一针有大分子、小分子吗？没有。可是你看哦，双旋就有哦，所以双旋里面的小分子是可以打很浅的，它甚至可以打到真皮层，好，可以用来打水光，好，然后它的这个大分子呢，就可以用来增加体积。那双旋跟左旋还有一个非常大不同的地方哦，它是比较容易消除的东西。好，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这几个材质里面啊，它跟玻尿酸都不一样。玻尿酸有打降解酶可以消，对不对？这些材质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材质可以一打它就不见了？好像没有哦，它不像玻尿酸的降解酶一滴下去，哇，它马上就化成水。这些东西没有这种东西可以消。但是聚左旋乳酸呢，打一些微量的类固醇是可以消的。伊莲丝呢，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消，它打类固醇也没有用啊，它是打什么5FU 也没有用。如果你听到说这个 PCL 有什么特效药可以溶，我告诉你那是骗你的啊，因为像在台湾就没有什么合法的东西是可以溶这个东西的啊。我说的是事实，双旋也没有东西可以瞬间把它溶掉，但双旋有一个特性，它熔点很低，所以加热是可以让它软化溶解的。所以如果你双旋太多的时候，把你的脸拿去烤炉烤一烤，对。会烫伤，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做哈。这些所有的材质里面，只有双旋打电波、音波是真的可以让它消掉、溶解、软化的。其他这几个，如果你打太多，如果有诊所跟你说，哎呀，你打那么多没有关系，你再买一点点电波，打了你会比较好，只要骗你钱而已，是没有用的。好，不管你今天聚左旋乳酸、童颜针、精量瓷、伊莲丝，对热都是没有用的。好，千万不要信。讲这个秘密会不会被攻击？小心，你要不要先发一个不自杀声明？我发过很多次了。好，那我们继续讲。好，所以你看啊，这几个材质哈，这个就是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把它抄起来。另外这几个材质还有一些特色，比如说聚左旋乳酸呢，因为它是液体的东西，其实它打进去，它一开始那个肿胀的效果啊，就是填起来的效果，大概只有2天，2天以后就慢慢打回原形了，就要等它长。好，那这个羟基磷灰石钙就是这个我们的那个 Radius 精量瓷，它是马上打会马上看到效果。可是就像我说的，一开始你会比较鼓，因为有 CMC 的存在，几天以后 CMC 吸收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消下去，但它不会完全没效，它还是很有用。可是这个时候摸起来是硬，再隔一阵子，它慢慢产生弹性蛋白，它才会慢慢软化。啊，你打过就知道。再来呢，这个伊莲丝也是马上打，马上会有效果。哦，那它也会消掉一些因为 CMC 的关系，然后之后还会再增生，但一定要注意，伊莲丝这个东西的使用要很谨慎。真的，我遇过太多人，在我们诊所你遇过听客人讲最久遇过几年了？有10年的，大概8年多啦。对，8年多，因为他进台湾8年，那我有10年都来，你应该是8年多，对，不然就是他是在国外打的，反正就很久，所以这个材质不是不好，但是千万不要被糊弄一下打太多。好，再来下一个双旋呢，好，双旋呢，其实那个它也是一开始打了会有一点点效，因为它的载体大部分是玻尿酸，可是它这种玻尿酸是很短效的，1个月以后就消了，要等它效果慢慢出来。讲这个多，为了显示我们的学问，我们还是要弄一点图表，对不对？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哈？这个就是刚刚讲的这些材质，它的软硬度、它的挺度。其实我刚刚嘴巴也没有讲，这些材质它刚打下去挺度最好的呢，大概就是什么？精量瓷跟伊莲丝。所以这2个材质呢，用来打一些下巴、额头这些部位哦，它的挺力度是够的。那童颜针呢，因为它本身呢是液态的东西呢，它挺度就不够。好，不过我们是有一个秘密的方法哈，在这里不方便讲。我们是有些客人呢说，我想要打额头啊，打童颜针，其他诊所说没法打，为什么你可以打？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秘密的方法哈，绝对不是玻尿酸，绝对不是玻尿酸，哦，不是那个我们有特别方法是可以打在额头，那有什么好处？
讲到这里，我们顺便预告一下，之后微整形的部分我会一个一个部位来跟大家慢慢谈。比如说额头用什么材质最好，怎么样打最自然最漂亮，比例要怎么选择啊？到时候会跟大家讲。好，预告一下，我挖了好多坑了，怎么办？好，比如说额头，好，大家第一个想到打晶亮瓷好不好？很好，打1年4可不可以？也可以啊。可是如果你今天选择用童颜针，它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好，我刚说它自己胶原蛋白量比较多，好，它可以让你额头皮肤变比较紧。好，这是其他材质比较没有办法做的，所以它对于改善额头的细纹，啊，就比晶亮瓷啊，比这个1点4要好一点。可是童颜针它是液态的东西，好，你要用特殊的手法、特殊的方法打，才有办法让它比较挺。好，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技术了哈。好，好，那根据这些，你看我刚刚随便举个例，你就会知道不同的部位其实选择材料也会不太一样。好，所以为什么你今天要了解这些材料？很多客人我搞不清楚，推荐是什么我就打那个，或是医生讲什么我就打那个。但事实上有很多医生也没有你想那么专业哦。很多诊所他推荐你打什么，纯粹就是他觉得这个是他赚最多。但事实上，如果你来我诊所，你就会知道，我其实很不喜欢推客人说什么，你今天买几支送几支。我们诊所几乎没有这种活动啊。为什么？因为常常我这样举例好啊，你打苹果肌啊，叫你一次买3支，你是要变夺魂锯吗？还是你要变馒头？现在好多这种人，对不对？对。可是如果我今天是打这个部位，它量一定不用很多嘛。那我打其他部位，我会选择不同的材质，我很少会用同样一个材质打各个部位，因为每个部位它要用的材质特性是不一样。你就要熟知我刚刚讲的这些材质，好，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哇，这些材质原来哪些部位打起来是最好的。我们要考虑它的立即效果，还有长期效果。好，还有我刚刚讲的这些，它的挺力度的问题，它增长的问题。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一定要想知道几个重点。如果你今天胶原蛋白增生的量，好，我们来看同样一支来比较啊，胶原蛋白长得最多的量，好，大概第一个最多的是童颜针，再来是1点4，同样一支的话，哈，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双旋，好，再来是晶亮瓷，好，可是晶亮瓷呢，它会产弹性蛋白，其他比较不会。好，但第二件事就是很少医师跟你聊的材质的稳定度。我忘了是哪一家新闻媒体来问过我这个问题，就是问我在选择材质是怎么选的。好，那一支新闻媒体其实是那个时候那个法国童颜针，他们找了就是全台湾他们选出对业界影响力最大的10个人，微整界啊，我是其中一位。然后就有记者来问我说，前面医师可能都是跟你讲啊，怎么样打比较好。我们是外科医师，我常常在帮人家清里面的东西。你看我今天早上的客人，我今天早上的手术的客人呢，他姐姐是4年前5年前给我开的，然后他妹妹今天来开，他来的时候脸，他不是太胖，是里面打了奇怪的东西。好，然后呢，他1年多前呢就被骗去做假拉皮，就是划一刀切个皮，一点效都没有，那2坨还在那。我今天一打开里面，流出了一堆很怪异的材质，有一点像脓，有一点像凝胶。他说这个东西在他脸上已经10多年了，所以他绝对不是玻尿酸，它是一些奇怪的东西。好，录影给他看，录影给他姐姐看，那就是打了怪东西，有问题的东西。所以我常常在做什么？我常常在收尾，所以我更在意一件事，就是长期稳定度，不要让今天的微整成为你明日的负担。听起来好像是什么康贝特还是什么东西，但你知道吗？我们在收尾的，我们就常发现，真的很多人脸上有怪东西耶。你那时候还没来，我还曾经在人家的脸上拿出过机油机油不是Chicken Oil啊，是摩托车的机油，真的。那一天我开刀的时候，一打开的时候，那个开刀房里面都是像修摩托车的时候那个怪味道，你难以置信。然后我还赶快叫护士说，他家属们在外面赶快叫他进来。我先问他敢不敢，他敢看。我说他进来，一进来他就皱着眉头。我说你是不是闻到怪味道？我说对，你们开刀房怎么这样？我说他是从你姐姐的脸上跑出来的。他吓一跳，因为他姐脸上长期都有不正常的水肿。都 puppy face 长期就是很怪，那种看起来你一看就知道他脸是不正常的东西，但他一直以为他可能只是打一些过期玻尿酸什么，他万万没有想到是类似机油的东西，非常可怕。你难以置信，对不对？真的还是有很多无良的。我到现在都还，因为他住在那个中心新村，我还记得他住在哪里。那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有这种怪事情啊？然后他问他在哪里打的，他在台中，还是他说是在诊所里面打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不是很奇怪？好，所以长期稳定度很重要。还有另外一件事，什么叫长期稳定度？很多产品它是正规的产品，可是有些产品它时间久了，它不一定会完全吸收，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你不可预料的肉芽肿。
所以我们来就文献上面统计，最不会产生肉芽肿这个在医学上真的名字叫迟发性肉芽肿。肉芽肿听起来就很恐怖，对不对？它就是你脸上长了一些不该长的东西。我们从文献上面来看的话，首先最不会产生肉芽肿的材质其实是精酿瓷。所以我刚刚说很多人对精酿瓷是有一点误解的，都以为说它不会完全吸收，然后会怎么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在看的时候你如果看文献，精酿瓷是最不容易产生肉芽肿的。我刚刚解释很多鼻子那个其实就是像我说的，你今天什么都不打，用针一直戳它也会这样。先讲我没有收他钱，我说的是真正文献上面的统计。再来双旋，坦白说双旋长胶原蛋白的能力不如他们，可是它也比较不会产生肉芽肿。所以这两个相对呢是比较稳定的。再来一件事情叫做去除的难易度，什么意思？就是假设你今天打过头了，你不喜欢它，你讨厌它，你恨它，你说什么叫恨？我跟你讲，真的有些人脸上打得跟米菇一样我知道很多人听不懂台语，米菇呢国语叫做米龟，意思就是脸肿得像乌龟壳一样很夸张。你真的痛恨它，你要把它去除，最简单的一定是玻尿酸。再来。双旋也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双旋我刚刚说了，温度只要高一点，它是会溶的。同一针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同一针打一点微量的这个类固醇，它也是会消一些的再来才是精酿瓷跟伊莲丝。所以今天我们微整形第一课带给大家，我相信这个讯息量应该很爆炸吧？我只是这样子介绍一下，我相信应该就让你对微整形有一些全新不同的认知。如果各位有什么微整形有关的问题，或者是你今天很痛恨你脸上已经存在微整形，你需要把它取出来或者解决。原来诊所没办法解决，甚至有很多的医生不愿意接，没关系，你联络我们这我们经验非常丰富这里有我们的联络方式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不错，也欢迎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如果转发给你的话，我会把我的一本著作叫《微整圣经》的书这个电子档再寄给你。所以如果各位你还有什么问题或者你的朋友有什么问题，都欢迎跟我们联络没效才是最贵，想做就找专业。好，我们就到这里喽，拜拜。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